比特币要重回7万了吗？现在的价格还值得买入比特币吗？美国降息会降多少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前呢，我们依然是在我们之前所画的通道当中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呢，真的不必过度的看空哦。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有谈到了，因为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已经来碰触到我们通道的下边界了。那我们现在呢，其实虽然说它是偏空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依然是在震荡当中。那在震荡当中呢，就是它在这个区间之内，它比较难出去，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形态之内，它碰到了上缘的时候呢，它往回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它碰到下缘的时候，它产生上涨反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直到它最后一次，它真的出了这个区间之后呢，那这个平衡才会被打破。当这个平衡没有被打破的时候，它都会按照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方式去走的。那你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在52400左右碰到的针尖啊，就已经很明确的来触碰了我们通道的底部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用过度的看空啊。但其实，我个人绝对是认为，我们现在呢，它非常困难形成我们下一波趋势的起涨点啊。我们这波的趋势呢，它的级别至少也是要突破我们前高，也就是74000，并且我们开启3浪的这种上涨。我认为它非常难在这里就形成一个起涨点的。原因很多，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我们在这段上涨的过程呢，我们虽然说连续性还是有的，不过在中间停留的是比较久，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很明确，我们的量能呢是完全都没有跟上，而且呢，它花了1个多礼拜的时间呢，它依然没有往上去打出一段很明确的距离。不过，如果说我们能站稳在58000之上的话，那也可以表明我们当前的盘面呢，空头也已经不具备优势了，它就不具备我们立刻要跌穿的这种优势。那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说接下来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行情呢，是已经有加强的。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赚钱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这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亏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你只要点击链接就会一步一步教你要如何完成任务，并且领取到仓位。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其实我们过去真的是比较少看啊，这种数据，当然白色线代表的是比特币的价格，那下面这个数据呢，它是 Bitcoin 的 MVRV， 这是什么呢？当然是简写MV Market Value to RV Realized Value Ratio， 也就是 MV 去除以 RV 的 Z 分数。好，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那 MVRV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 Google 一下 ，OK， 我们来看个懒人包啊。Market Value to Realized Value Ratio， 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知道它背后代表的意义就好。我们如果知道当前的市场呢，大家自从买入比特币之后有多少的获利，那我们就可以去推算目前的点位，它值不值得买入，或者说它是不是顶点。那它计算的方式呢是MV 除以 RV， 在分子的地方呢是比特币的总市值，也就是比特币现在它全部的价值，去除以比特币最后一次价格活动算出来的市值。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他是会把这些币呢去移动到冷钱包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它移动到冷钱包的价格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它取得比特币的成本。那我们一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比特币的价格跟它入场的价格呢，它已经赚了多少倍。平均来说，大家赚了多少倍？那我们来回看一下现在的图表呢，当然我们到牛市顶峰的时候，大家都赚了很多倍了。那我们从过往来看呢，我们在2017年的牛市顶峰大家最高点的时候，平均来说就赚了8倍就赚了8倍。那我们在2021年牛市顶峰的时候呢，当时大家平均来说也有赚到6倍左右当然呢，它这个筹码分配是很不均匀的，大金鱼、大机构他们的筹码非常多，那散户的筹码就非常少当然，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散户是不会赚到6倍的，而且在顶部你也不可能把这个货给出掉，所以那就简单了。我们只要去找 MVRV 低的时候呢去入场，然后 MVRV 突然冲高，或者说在慢慢变高的过程呢，那我们就可以配合盘面去考虑做出场。你可以发现我们当前的数据呢 ，MVRV 它其实从最高点在74000左右呢，也只有仅仅来到2倍。左右也就是平均来说包含散户包含巨金，其实也就大概赚2.5倍而已
这离我们前面几轮牛市它所出现的这个高点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前面大概都是在6倍到10倍左右不等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那我们现在的 MVRV 是已经来到了非常非常低的位置甚至都已经低于1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前市场上大家所持有筹码的均价呢，其实我们现在去买入的话呢，是不会差到太多的，或者是说当前的价格呢，你去买入，并且长期持有到牛市结束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帮你创造很不错的利润。那这个利分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要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去比较不同周期的 MVRV 数值那这个时候就需要 Z 分数去做校正了。Z 分数呢其实很简单公式在这里。当然我们讲的不是它的公式，公式它只是最表象的东西，我们就讲它的内涵我们也不需要看公式。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身高跟体重它是不能直接拿来做对比的因为我们平均来说，身高可能在1.72米左右，那体重的话可能是60-70公斤那我比你多10公分，我比你高10公分，跟我比你胖10公斤，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比你高10公分的话那我其实高你没有很多，但我比你胖10公斤，那我其实比你胖很多那Z分数就是为了要校正这两种数据之间的差异，所以它需要用这样的公式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对，那如果有了 Z 分数去做校正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不同牛市周期所算出来的 MVRV。好，所以其实当前这个价位买入比特币呢，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大概在4万多左右，是还好的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美国降息的数据。我们现在看一下结论好了。当前呢，美国它是有可能在9月18号，没错，就是我们在4天之后的那个9月18号是有可能直接降息2码的。你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离降息只剩下4天的时间可是我们却在降息多少有很明显的差距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是5-5开。其实我们在过往呢，接近要做出利率决策的时候，它通常都是很明确的它都可能降息1码或降息2码，会非常的明确。而且我们这一次的降息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是我们自从升息周期循环以来呢，到达了终端利率的第一次降息现在宣告我们进入降息周期，但我们却无法确定我们会降息多少。当然，我们如果降息1码的话，那就可以表示，其实美联储的态度是，我们毕竟现在是走预防性的降息，那而且现在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征兆，所以我们只要降息1码就可以。那如果说我们一次就降息2码，那就表示有可能慢慢已经出现了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征兆，我们才会需要降息到2码。那当前降息2码的几率提高，就代表说，其实美联储认为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不会软着陆，有可能我们发生危机的这个几率是在提高当中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数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前2天公布的 CPI 数据？其实 CPI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不断的受到控制。那我们在前天所公布的 CPI 数据呢，是自从我们2021年以来最低的数据。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图表，我们看一下我们最近这1年它的 CPI 变化，你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 2.5 了。而且就如同大家所熟知的，其实 CPI 呢跟利率政策它都是会有滞后效果的，也就是你现在改变的利率，你需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反映在 CPI 身上。那当前 CPI 呢已经来到 2.5 了，也就是接下来它还会再继续降低，因为我们的利率还是在维持一定的水准，维持不动的水准，还是在终端利率，那又会有延迟的效果。所以有可能如果说我们没有降息，没有一定幅度的降息，接下来通膨完全归零之后，或者说甚至是出现很夸张的状况，那美国就有可能出现很严重的经济危机毕竟有一定的通膨呢，对经济的发展是好的。那除了 CPI 之外呢，美国要决定利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的劳工数据。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图表在过去8月的时候，如果我们用1年计算的方式来做计算的话，有100万全职的工作者呢消失了全职。而且呢，在过去的这1年当中，我们用1年的方式比较，在8月兼职的人他多了100万，也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原本有100万做全职劳工的人，他们变成做兼职，那这肯定是对劳工市场很大的伤害。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从2023年的6月巅峰来做计算啊，到现在美国做全职员工的人口呢，已经下降150万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你可能会说，这个数据它是134000哦，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是以每千人作为单位，也就是你看到的数据呢，要再乘以1000哦，才是正确的原始的数值啊。劳工数据现在非常关键，甚至会比 CPI 的重要性呢要来得更高。因为过去美国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失业率、就业率等等劳工数据的曲线呢，去看出它的拐点。所以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些数据的变化，以及最后美国它到底会在9月18号会降息多少，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关键。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